但是这一次所施展的乃是毁灭炎神，其中的毁灭之能中还有着一道奇特的焚神之力。在焚神之力面前，所有的攻势还是神器力量，皆是会被压制，任何力量都无法对抗来自焚神的力量。随着毁灭炎神中那一道焚神之力的输出，那充满着暗黑力量的魔流彻底的被毁灭炎神燃烧殆尽。然后这股毁灭炎神彻底的瓦解魔流之后，便是朝着数万丈的暗黑魔像轰然攻去。毁灭炎神的攻势直接正中暗黑魔像的身躯之中，然后以那里为中心，绚丽之火便是朝着暗黑魔像的整个身躯急速的蔓延开来。不到片刻的时间，数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像直接彻底的在毁灭炎神的包裹下痛苦的咆哮起来。这一幕让得泰米古圣都无法相信，将自己献祭给暗黑魔像的代价似乎无法击败毁灭炎神的攻势，反而就连神器水灵的力量也不能抵御其中的火焰之力。此刻萧炎所爆发出来的火焰之能更是有着一股毁灭之气，所有的技能在毁灭炎神面前都是徒劳无功。该死的炎帝，这是什么力量？竟然可以让暗黑魔像和神器水灵的力量都无法将其击败。泰米古圣此刻的表情上充满着难以置信的神色，以及不愿相信自己最后还是败在这位炎帝的手中。该死的炎帝，无神的计划不能没有我不能死。泰米古圣开始发出惊慌急促的声音，似是失去了理性。这一刻，在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想，就是逃，只有逃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完成先天神给自己的最后任务。泰米古圣那狰狞的目光中充满着血丝，脸色涨红。在催动一记秘法之后，泰米古圣强行与暗黑魔像分离，然后化作一道黑影，直接朝着身后的方向急速逃走。随着泰米古圣的中途逃脱，暗黑魔像失去了祭品，那暗黑力量瞬间开始萎靡了下来。然后那强大的毁灭炎神中的焚神之力瞬间的给净化了，所有力量在焚神之力面前都是如此的不堪入目。毁灭炎神吞噬着数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像，持续了片刻后，绚丽火海的火焰变得更加霸道无比。火海之中那一道金色的能量一道接着一道输出在暗黑魔像之上，暗黑魔像再也承受不住这道强大的力量，最终暗黑魔像开始变得虚幻起来。随后可以看到数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像伴随着咔嚓一声碎裂开来，化作星光落在了这片无尽黑暗之中，直至消失。灵动与沐尘也是松了一口气道：萧兄终于是赢了。他们二人看向远处的战场，那里只有无尽的绚丽火海还在翻腾着，以及还有一位屹立在虚空之上的那一道黑袍青年。萧炎望着刚刚泰米古圣逃跑的方向，那里只有一片黑暗，只留下奄奄一息的南冥古圣。可惜让他给逃了，不然这一次就能够将其击杀。萧炎的身影出现在灵动和沐尘的身旁，淡淡出声说道：他已经重伤，就算让其逃了，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出现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位南冥古圣。沐尘说着便是来到了一道平躺的黑影身边。沐尘看着奄奄一息的南冥古圣，讽刺道：你看，你就算再卖力，最后到了生死关头，你们先天神族的人还是选择放弃了你，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先天神族吗？闻言，原本双目闭上的南冥古圣缓缓地睁开了眼，先是沉默了片刻时间后，才挤出一抹笑容来。呵呵，只要无神的计划能够成功，就算我死也愿意。看来这南冥古圣也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那么既然如此，沐尘也不再与之废话，毕竟此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当年入侵大千世界也都是这些所谓的神灵之人所为，今日有这下场也算是最好的交代了。那么你就去死吧。沐尘手掌微微抬起，一道磅礴的元气自掌尖上呼啸而出，强大的力量直接轰击在了南冥古圣的身躯之上。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力的南冥古圣被这道元气摧枯拉朽般的疯狂肆虐。不到片刻的时间，在南冥古圣那不甘心的呐喊声之下，肉体与灵魂彻底的被撕裂，南冥古圣陨落了。见到沐尘将南冥古圣抹杀后，神吞化界镇河新区域外的各大诸天队伍人马开始惊呼声响起，因为终于这一场战斗结束了，而且胜利的一方乃是他们各大诸天，所以这将会是令人无比震撼的一幕。他们原本的绝望，此时此刻变成了激动的心，各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极为开心的笑容，那是胜利的喜悦。哈哈，赢了，我们终于赢了！萧炎总指挥、林动队长、沐尘队长，他们三人真是太强大了。这次要不是他们三人在，恐怕我们各大诸天所有队伍人马早已陨落于此，更别说能够胜利了。无数人马开始发出欢呼之声，对于这一次能够战胜先天神族的那最强三大古圣，实在是有些不敢置信。那些可都是超越最强主宰巅峰的准神强者，然而这些就算是准神强者，也被来自下等级世界的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给联手击败，最终赢得了这一场战斗的胜利。此时在神吞化界阵的另一处战场，两道可怕的能量光芒也是渐渐散去，天空之上有着两道狼狈的身影倒射而出，直接是朝着身后的一座山峰撞去。惊天的巨响响了起来，山峰上的巨石开始滚滚落下，而这两道身影正是混元天中排名第一的天渊域领头人李颖和隐世的五大强族之首的暗天族领头人暗令。此时他们的身上有着诸多的伤势和血迹，看样子战斗也已经到了尾声，恐怕二人已经将底牌尽出了，但是依旧没有能够分出胜负。看样子到了这节骨眼上，他们二人的实力竟然是平分秋色。
山壁上的李隐咳嗽了几声，脸上有些苍白，不过他则是露出一抹笑容道：“看到了没有？我们各大诸天胜利了，先天神族那些最强古圣也已经彻底的落败，而你马上就会受到我们各大诸天强者的制裁。他们虽然在战斗，不过也可以透过不远处上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核心区域那里的战斗情况。而刚刚他们还在激战的时候，李隐和暗令便是看到了那画面中的局面，所以这对于李隐来说是喜悦的，对于暗令来说那就是震惊和不敢相信。他的实力乃是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距离准神境也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如此强大的顶尖存在，在对面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的时候，他也感受到无比可怕的压力，同时也一直以为先天神族应该是永不失败的存在。可是如今直接让暗令都彻底的绝望了，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竟然会败在实力只有最强主宰后期的那3人手中，真是该死！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都失败了，那3人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这么强大！暗令也同样脸上苍白，嘴角边的血迹不断的溢出，心中的震撼久久不散。因为这种越级的挑战，他根本不敢想象，连他都是做不到。暗令，以我实力势均力敌，就算拼死也是2败俱伤。我李颖在年轻一辈中最强第一人，而你是我唯一认可的对手。我劝你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到时候我们天域的资源可供你们按天族享受。而且现在你们的先天神族已经败了，你可以为你的族人考虑考虑。李颖的身影纵身一跃，悬浮在空中，对着暗令相劝道：“毕竟暗令是他有史以来唯一承认的对手，所以有着如此的对手，也不想失去。如果能够将其留下，那将会是非常好的事情。虽然天元界的天骄无数，可是能够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也不是那么常见的。如果假以时日，踏足那准神的领域也说不定。一旦天元界多了一位准神境的强者，这无疑是对天元界增加了一份底蕴和实力。”暗令听了李颖所说的话，其实他也不是很坏，只是为了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获得更多的祖气资源，让自身的实力再次得到突破。其中遇到先天神族的人，说是只要与他们合作，待得成功之后，先天神族将会给予暗天族之人能够提升实力的宝物。暗令开始也不答应，只是后来也没有办法，毕竟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实力可不是他可以拒绝的。不愧是天渊域的领头人，如此的大度，让我都有些惭愧。其实你说的也对，我们最为隐世的强族，也都是天元界的一份子。此前与先天神族合作，我们也是被迫无奈。既然现在他们已经落败，我也只要为了我们暗天族，与他们终止合作。你也是我见过最强的对手了。说到这里，暗令则是一脸笑意。虽然此前双方的激烈战斗开始的血腥，可是如今的情况乃是识物为俊杰，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头了。而且与李颖的战斗，暗令可以说非常的自在，毕竟很难遇到与自己能够棋逢的对手，而李颖就是唯一的对手。李颖和暗令四目相对，片刻之后，他们忘记了之前还是处于敌对的状态，而现在则是从不打不相识变成了友好的对手。或许这就是顶尖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吧。当年萧炎来到大千世界后，经过数十年的历经生死磨练，终于站在了大千世界的顶峰。炎帝萧炎之名响彻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位站在大千世界顶峰的另一个巅峰强者，就是五祖灵动。当年在大千世界里，炎帝、五祖一个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所有超级强者听到他们2人的名字之时，都会露出敬畏之色。在那个时候，或许也是巅峰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吧。他们也是不打不相识，而后他们2人就成为了大千世界的代表人物，超越了所有圣品天至尊的传奇存在。如今在天元界，天渊域的李颖和暗天族的暗令，也与当年炎帝五祖一般，站在了年轻一辈中的顶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天元界的时代将会是这些年轻人发挥的时代。李颖和暗令2人伸出血红的手臂，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画面是如此的和谐。下方天渊域的队伍和暗天族的队伍之人，皆是露出震撼之色。他们的领头人竟然在最后一刻化敌为友，成为彼此唯一的对手。李兄，等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结束后，我将会再次找你比试。暗令微笑道，而李颖也是微微一笑。暗兄，随时奉陪，以后的成神之路，我们一起出发。暗令更是大笑一声，点了点头。对于他们如今的实力来说，想要变得更强，就只能踏上那超越主宰巅峰更高存在的领域。成神之路是他们这些主宰巅峰的新起点。如此甚好，如今先天神族已经落败，我们整理一下进入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与萧炎总指挥会合吧。李颖拍了拍暗令的肩膀，笑道。暗令也是点点头。如今自己已经与先天神族终止合作，那么自然是要与天渊域这边的人马一起联手。不过，暗令刚想说什么，但又欲言而止。李颖见状，则是有一些疑惑起来，道：暗兄，怎么了？暗令叹了一口气，说道：既然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我便把一些关于先天神族的计划告诉你吧。见到暗令如此说，李颖的神色也是变得严肃起来，竖起耳朵，准备聆听暗令接下来所说的话。你是否已经发现，天元界的那些大尊为何进入古元天之后，便是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李颖其实也早已经发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他也一直很疑惑，
为何各大诸天的大尊都没有出现？望着李颖那疑惑的表情，暗令再次开口道：“那是因为这些大尊都被困在古元天的一处特殊化空间中，而在那个空间里，有着可以压制这些大尊级别的修为实力。这些都是先天神族计划中的一环。”他们为何要将这些大尊级别的人物困在那特殊的空间？这些可都是准神境实力的大尊强者，他们是如何做到将这么多的大尊引入其中？李颖有些不解地问道。毕竟这些大尊人物可都是一般人物，暗令也将自己所知晓的答案都告诉了李颖道：“你是否还记得有一位叫王无天的那个人？”王无天，你说的是数千年前那位以一人之力击败一整个隐世顶尖势力的王无天？李颖也是立马想起了此人。这个人的实力极其之强，与王无天初次见面乃是在进入古元天之前，当时与他仅仅打一个照面的时候，便是有着一股极其隐晦的气息，就连他那时候都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能够让一位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层次的顶尖强者都感到一股危险的气息，足以说明王无天的实力至少都是一位准神境的强者。而且此人也与先天神族合作，在先天神族的操作下，将所有大尊都引到了提前准备好的特殊空间里，而这个空间中有着一股极为特殊的力量，能够暂时削弱大尊的修为。随着诸多大尊实力被削弱之后，王无天这位准神境的强者便是出现在其中。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猜得到。暗令也将所有知晓的答案告知了李颖。闻言，李颖神色也是变得越来越凝重起来。难道王无天想要将所有大尊修为的实力吸收炼化，让自身的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王无天想要完完全全的纳入神列当中，成为一方神奇。想到这里，李颖终于是忍不住的惊呼起来。我想应该是，毕竟先天神族这一次的计划似乎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完成，所以只要王无天与他们合作，便是能够让其纳入神列，踏入那传说中的未知领域神奇境。暗令说到最后3个字的时候，那是多么的铿锵有力，甚至那言语之中有着梦寐以求的追求之意。特别是他们这些实力修为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阶段，对于神指境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可是他却是知晓，想要迈出这一步比登天还难。如果先天神族真的能够让王无天踏入这神之一步，不管是谁，恐怕都会为之心动吧。只不过，但是先天神族与暗令合作，这是能够让其突破准神境，所以暗令才会受到诱惑。不过现在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都已经被击败，那么这种合作也已经终止了。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最后一关。刚刚最强古圣还不是最后一关，接下来我们将会面对一位神奇。李颖的眼神变得极为的凝重，顾不得身上的杀伤势，立马对着下方的天渊域众人急促道：“天渊域的人马与跟着我一起进入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将此事告诉萧炎总指挥他们。”说完，天渊域的队伍人马直接跟在李颖的身后，朝着核心区域暴掠而去。而暗天族的众人也是面面相觑，暗令的目光盯着天渊域人马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也一起跟上吧。接下来我们将会站在各大诸天这边，一起对抗最强大敌。”然后暗天族的所有人马也是听从了暗令队长的吩咐，也同样在暗令的带领之下往神吞化界阵的深处掠去。几日之后，天地间的元气开始沸腾起来，有9道强大的元气波动几乎是在同时间的爆发而起，直接是在天地间掀起了元气的风浪，无数道震动的视线投射而去。如此动静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的突破。是萧炎总指挥，他要突破了。还有灵动队长、牧尘队长、苍玄天的队长凌飞也开始突破了，好像都突破了。五行天、乾坤天、万祖域以及紫霄域、武神域的队长皆是一起突破更高的修为了。有满含着期待的声音彻底的响了起来。就在那声音落下时，9道约莫1000丈庞大的元气光柱冲天而起，各自显露诸多异象。片刻之后，元气光柱方才开始逐渐的缩小下来，视线顺着光柱追逐而去，只见得9道身影凌空而立，正是萧炎、灵动、牧尘以及其他顶尖队伍的队长等人。此时的他们眼目紧闭，那巨大的元气光束不断的收缩，最后汇聚于他们天灵盖处，一股极为强悍的元气威压不断的横扫出来，让的所有人都是感觉到一股窒息的压迫感，甚至连一些最强主宰初期的强者都是一惊，都是面目凝重，开始凝神抵抗起来。元气光束最终彻底的被收入了萧炎他们9人的体内中。下一刻，灵光闪现，充满着灵性的光芒，身躯44虚，静静盘坐，犹如是与天地相融合在了一起，能够在举手投足间都是能够将天地间那浩瀚无尽的元气波动而起一般。无数道好奇的视线望着那9道身影，然后惊叹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萧炎总指挥突破最强主宰巅峰，灵动队长突破最强主宰巅峰，牧尘队长突破最强主宰巅峰，五废队长、紫衣琴队长以及万祖域、乾坤天、五行天、苍玄天的队长都是在此刻突破了一个小境界，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无比了。这一次击败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之后，破坏了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
发现了先天神族此前在古元天所获得的诸多祖气之脉，而这些祖气之脉基本上都是高级祖气，这些高级祖气之脉竟然有着30道之多，这让那个的萧炎他们有些吃惊，当即让的萧炎、灵动牧尘他们获得了一次修为上的大幅提升，其中还有数百道中级祖气之脉和数千道低级祖气之脉。不过很多顶尖队伍的队长都把高级祖气之脉让给了萧炎总指挥和灵动队长以及牧尘队长，毕竟这一次能够成功击败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最大的功劳自然是他们3人。而各大顶尖队伍的队长则是吸收了中级祖气之脉，其他队伍之人吸收了低级祖气之脉。不过多亏了武神域这边的一道神器，得以加快了吸收速度。这道神器乃是72大神器之中排名第42的聚气羽，这也是所有神器之中唯一一个没有攻击力的神器。而聚气羽能够排名第42名，是因为它能够将元气蒸发凝聚成聚气云，然后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凝结成元气羽落下，而被元气羽打落在身上的话，可以直接被身体的所有毛孔吸收而尽，比起平常的吸收炼化元气更加的方便快捷，其速度可以超平常吸收元气速度的数10倍之多。如果本身实力强大、天赋卓绝的修炼者，在吸收元气羽的速度将会更加变态，所以他们在这几日的时间里，皆是在借助着这样的强大神器作为辅助，让其自身的修为提升速度加快许多。虽然这神器对于修炼者的修炼速度事半功倍，但是这神器也有缺陷，那就是使用了一次之后，将会在3年内无法使用这等神器，可谓是有利也有弊。武神域能够如此大意拿出这等神器，既与其他人一起修炼，足以证明心胸宽广。虽说达到最强主宰之后，其中的每一个小境界只是寸许之间的差距，但在场的人都知晓，达到最强主宰之后，其中的小境界之差都是何等让人惊叹的鸿沟啊！其中9人之中，即便萧炎、灵动牧尘终于是踏足在了主宰巅峰，当年从圣品巅峰踏入主宰境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而如今萧炎、灵动牧尘3人也终究是踏上了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到了这个境界，无论是下等级世界还是第2等级世界，都是一位顶尖强者。要知道，此前古元天之中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层次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如今萧炎、灵动牧尘3人吸收了几10道高级祖气之脉后，成功的从最强主宰后期突破至最强主宰巅峰，当然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突破的，毕竟他们是萧炎、灵动牧尘3人，就算是其中天元界的佼佼者，都未曾突破最强主宰巅峰的境界，毕竟这是主宰之路的巅峰，如果能那么容易突破的话，那么就不叫最强主宰了。最强主宰越往后的修为将会提升的越来越慢，最让的各大诸天队伍之人震惊的还是萧炎、灵动牧尘3人的变态突破方式，这简直是妖孽般的存在啊！他们3人如果说其本身的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后，那么已经是超过了所有站在最强主宰巅峰层次的所有顶尖强者，恐怕就连武神域的武废和紫霄域的紫翼晴也是赶超不上这3位后来居上的天子骄子了。由此可见，这3人究竟是何等的妖孽！明明论起辈分以及天元界本就是第2等级之首的神纪元世界，其中的资源可比第3等级的那些世界中的修炼资源丰富太多，可就算如此，他们3人还是以自身携带的变态天赋以及强大的实力，反超了混元天那排名前3的顶尖强者。而且事到如今，越来越多天元界的众人都是发现，这3人乃是来自第3等级的千元界，而且千元界在第3等级之中都是属于末尾的，这不由让的天元界的各大诸天之人都是暗自咂舌，让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的是，第3等级世界中竟然诞生出了如此恐怖强大的年轻人。虽然萧炎、灵动牧尘的年纪不小，但是相比于天元界里的这些顶级强者，他们3人的年轻在其面前就与年轻人别无二致。千元界这一代守护者竟然除了超越我们天元界的顶尖强者，这般实力足以可以直追当年的元尊，真是太恐怖了。不知道日后这3人将会达到什么样的强大存在。不提萧炎总指挥那种强大之人，就连灵动队长和牧尘队长都是如此的厉害无比，而且看样子也不比萧炎总指挥弱。从他们突破最强主宰巅峰的时候，我就知道恐怕连混元天排名第1的天元域李颖队长都比不过他们了吧。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要不是有他们3人的存在，我们各大诸天队伍恐怕早已经被先天神族击杀，更别提去争夺祖气主脉了。各大诸天之人窃窃私语，言语间满是充满着羡慕与嫉妒。看来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混元天最强第1人李颖也被萧炎总指挥林动和牧尘3人给比下去了。而当下方无数人还在窃窃私语的时候，虚空之中，萧炎9人皆是睁开了眼眸，眼前的世界在此时似乎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片天地间的元气自身旁悄悄地流淌而过，只要他们心念一动，并没有施展任何的斗技功法，便是能够见到天地间元气自动地在他们周身汇聚而来，最后渐渐地形成了巨大的元气风暴。心念再转间，那巨大元气风暴便是凭空地消散而去。能够感觉到，伴随着踏入最强主宰巅峰之后，对于元气也是更为的了解，控制起来几乎是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在这种出神入化对元气的控制之下，当其所爆发出来的元气威能时，却是远远的超过了最强主宰后期时的层次。
没想到最强主宰后期与最强主宰巅峰之间竟是差距如此之大。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目光在虚空交汇，神色各有不同，而其余6人，其中武费的修为也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层次，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比起之前在高阶阶段的时候，更加的强大无比。难怪与离营比起来，实力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还真的不能有着这一点之差。不过此时武费非常的自信，再次与混元天最强第一人离营比试的话，不会输于他了。武费身为混元天第2强者，也是一位难得一遇的天骄，不过与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相比的话，那是无法追上了。毕竟这3人可以一人之力对战准神强者不败。不过武费也很快的调整了心态，萧炎3人能够走到这一步，本就都是心性坚韧之辈，那种背后的艰苦和历经的磨难，不是所有人能够坚持下来的，而坚持下来，皆是会成就如今的萧炎、林动、沐尘一样强大的存在。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不管放在哪个天域，都绝对是顶尖的力量。当踏入最强主宰巅峰之后，就是迈入了主宰巅峰之路的门槛。